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大家好，这里是道听途说，分享不同的故事，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在缙云县那里有这么一个村子，村子的名字叫涂家庄。当然，光是从这个村子的名字来看，也不难看出涂姓肯定就是这个村子里人数最多的那个姓氏了。其实事实也正是如此，但是却是谁不知道这个涂氏家族中的其中一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了。他们家男人的寿命几乎全都是停留在20岁上下的时候便结束，好在那个时候的人都是很早便都结婚了，因此总能留下个一子半女的，香火才没有断。可是嫁到这个家的媳妇那就倒霉了，年纪轻轻的便都成了寡妇，等过些年以后还得要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啊。就这样几代下来全都是如此，无一幸免。既然接连好几代人都连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么那支涂姓家族中肯定就会有人注意到了这个不正常的规律了，也不是没有想过解决的办法，比如请有名的风水先生啊，求菩萨保佑啊，请圣僧仙道等等，能想的也都想了，但是却都没见有什么效果。后来有一个云游天下的僧人来到了这里，有人便和他说了这些情况。他听完涂家人的遭遇后，数着自己的那几根手指头捏算了好半天，随后一声长叹道：冤孽呀，冤孽呀。接下来便说了一些关于涂家这支子的话来。这家人听了以后不禁是目瞪口呆。据那位僧人说，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经历，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平日里有酷爱打猎的习惯。突然有一天，他们的祖先在打猎的时候一不小心抄了一个狐狸的老窝，把那狐狸窝里的几只未成熟的小狐狸和舍命救子的母狐狸全部统统的给杀死了。但是他们却不知道，那只公狐狸当时侥幸躲过了这一劫，公狐狸却是经过了多年的修行后即将得道。那只公狐狸得知自己的妻儿被杀死了以后，那可真的是伤心欲绝呀。他便不遗余力地修炼多年，并且还把杀死他全家的仇恨变成了一个诅咒。他曾经发誓诅咒这个家族的几代男人都纷纷的英年早逝，因为那人狐狸是经过了多年的修炼，所以自从他发了那个毒誓诅咒以后，结果是涂家的那一支子便真的是连续几代的男子都是年纪轻轻的便都离开了人世。听了那个僧人的话以后，那家当家的大奶奶差点一下子就晕倒在地呀。她的丈夫虽然死得很早，但是她却还有3个儿子，最大的也都已经快10岁了。于是她连忙下跪向僧人求破解的方法，可谁知那个僧人却只是摇了摇头，无奈地说道：哎，这都是积怨积得太深了，祸根很难解除啊，只求以后你们能够多做善事吧。不过以后具体会变得如何，那也只能看你们以后的运气了。说完这句话，然后僧人又补上了一句：哎，请你们原谅我的无能。说完便一下子就消失在了门口，留下涂家那一大家子的人在那儿只是痛哭流涕，互相安慰着，却也都不知该如何是好。就这样又过了10多年的时间，结果这户人家的长子在23岁的时候就也去世了。不过还好留下了2个儿子和1个女儿，但是他的弟弟们就没有他那么幸运了。他的2弟还没有等到结婚成家，更别说什么生子就死了。他的3弟呢，却在结婚刚刚半年的时候就死了，也没有留下个一男半女的，只留下一个年方18的新媳妇独守着空房。那个当家的大奶奶辛辛苦苦了这么多年，并且这些年来一直记住那个僧人说的话，一心行善，结果却也没能留住3个儿子的性命。她是越想越是想不开，越想越是悲痛欲绝。这一连串儿的打击使得她在不久后便也是一病不起，没有多长时间就撒手人寰也去了。原本大奶奶他们家的家境还是比较不错的，不然也不会给他那注定要英年早逝的儿子们娶上媳妇。但是在大奶奶在世的时候，
他天天想的只是想怎么破解那些诅咒，而几乎没有用多少心思去打理他们上上下下的家事。此外，当时外面的世道又混乱不堪，天灾人祸的也是时有发生，所以就在他死后没有多久，他们的家里也便只剩下了2亩不毛之地，整个的家庭都已经处于衰败的境地了。这个家的大儿媳妇可是一个受不了贫穷和孤独的人，她一看自己的老公这么年轻就不在了，而自己那当家的婆婆也撒手人寰而去了，所以也就没有谁能管得了她俩。于是她便隔几天就回娘家一趟，隔几天就回娘家一趟，所以没过多久，她便把这个家中仅剩的一些金银首饰等一切值钱的东西全都倒腾到了她的娘家。而她呢，很快却抛下了自己生的那3个孩子，改嫁到别的地方去了。她走了之后，这户人家便只剩下了那个老三的18岁的媳妇，还有那3个没爹没妈的孩子。其实说起来，涂家的那个3儿媳妇也是一个命苦的女人。在她很小的时候，母亲便病逝了，她从小便一直和她那当郎中的父亲一起相依为命。就在几年前，她的家乡发了一场大洪水，她本来和父亲是想一起去投靠远房亲戚的，但是他们刚一到这个涂家庄，她的父亲就突然生病了。虽然她的父亲自己本身就是个郎中，但他能治好别人的病，结果却救不了自己的性命。没几天的时间，他的父亲也就去世了。正好在他绝望的时候，是这户涂姓人家的大奶奶行善事，好心出钱给他的父亲办了丧事，并且还收留了他。出于对这家儿人的感激之情，她也就成了那个大奶奶的3儿媳妇。眼下大儿媳妇狠心地撇下了3个孩子，一个人改嫁走人了。那么如果3儿媳妇再离开的话，那这个家庭就真的要彻底的完了。可是这3儿媳妇却并没有退缩，当时也有远近的光棍请人来窥探她的心思，看她是否愿意改嫁，如果愿意的话，好名正言顺的提亲。但是那3儿媳妇却只有一句话：我是涂家的媳妇，所以我不能丢下这3个孩子不顾，而只图一个人清闲走人。而且大家都是知道这涂家的诅咒的，所以也有不少的好心人劝他不要再在这里浪费时间了。结果那个3儿媳妇却说道：我那婆婆在世的时候曾对我们说过，要我们多做善事，时间长了总有一天会让菩萨感动的。我们涂家可是不能断了这仅有的香火的，我一定要把这个家支撑下去，抚养好这几个孩子。周围的人们听说了3儿媳妇这样说，也渐渐的没有人再上门和她说要提亲的事了。就这样，那个年轻的3儿媳妇变成了3个孩子的母亲，带着他们哥几个艰难困苦的生活着。由于孩子们都还小，家里又没有壮劳力，所以那2亩地也只能租给别人去种，而收的粮食也只能仅仅填饱肚子而已。即便是如此，那个3儿媳妇还是尽力通过自己从牙缝儿里省下来的东西，去帮助那些生活上比较贫困的家庭，并且当她遇到自己家的邻居头疼脑热什么的，没钱请不起医生的时候，她就去山里采一些个草药给他们治病，就像她爸爸以前教她的那样去做，其实都是很有用的。长此以往，他在附近的几个村子里便一点一点的小有名气了，所以便不时的有人找上他的门，让其给治疗。好在那3个孩子年龄都一天天的大了，饭菜做好了就可以自己吃了，而且大的可以照顾小的，所以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尽量去帮助别人。有些药山上有的，他便自己亲自去采，如果山上没有的药，便会让病人去药店里买。但是他自己却从来不会接受任何人的钱财，家里比较宽裕的病人要出医药费的时候，他也只是收几个馒头或者是饼子，也不是自己留下吃，而是在分给那些更加贫困的揭不开锅的村民们吃。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年轻女子从一个村子跑到另一个村子是多么危险呢？
就是我们现代的人也便可想而知。但是那个三儿媳妇却总是安全的，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意外。再有，经过她治疗的病人10有89都被治好了，所以当地还有传言说她是附身了的神仙。于是逐渐的，当地的人们便把她的称呼从三儿媳妇变成了三奶奶。时间飞快地过着，转眼间她的大侄子屠鸠善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于是他便给大侄子张罗着娶个媳妇回来。但是那屠鸠善却坚定地说道：不娶，坚决不娶，无论这三奶奶是如何劝解他也不同意，把个三奶奶气的是大哭起来。你是不是想让咱们屠家从此真的是断子绝孙呢？而屠鸠善听后却跪在了三奶奶的面前，并且哭着说道：神母啊，因为咱们家历来的情况，其实我只是不想伤害其他的无辜女孩，我也不想让别人再和神母一样受这种非人的长期煎熬啊。听了大侄子的这番话，三奶奶便没再说话，而是沉默了良久。夜里，就见那三奶奶仍旧像往常一样向天祈祷着。她说：慈悲的观音菩萨呀，如今孩子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如果一定要有什么灾难降到这个家的话，那就请降临到我的头上吧，让我来代替他们去死，给孩子们一条活路吧。菩萨，请你开开眼，不要让屠家人断后啊。然后就跪在地上不起了。那菩萨的眼睛哪里是那么容易就开了的呢？不到半个月后，他那个大侄子屠鸠善便生病了。以三奶奶多年的从医经验来看，他是想尽一切的办法也诊断不出大侄子具体是什么病，于是就请了县里的有名的郎中。但是那些名郎中看后也是直摇头，表示无可奈何。邻居们都说那个诅咒又在折磨他们家了。想到三奶奶这么多年来的付出，他们的街坊邻居的婶子大娘们都伤心地抹着眼泪。三奶奶看到家里侄子的情况，也是眼泪往肚子里流。她告诉她的侄女屠鸠美和她的小侄子屠鸠良，一定要好好照顾她的哥哥，说自己会很快回来的。然后她自己便拿起了药篓子，上了山去采药去了。因为就在昨天的晚上，有一个白衣人在梦里告诉三奶奶，说那云凹山的山顶上有一株人参，如果能吃掉人参上所有的枝叶，那就能救他那大侄子的命了。三奶奶对自己梦里发生的事也是半信半疑，但是醒了以后，她想他们那里从来都不种人参，可是看到自己的大侄子那蜡黄的脸躺在炕上，三奶奶于是就下定了决心自己去找。虽然云凹山那里是山势险峻，到处都是悬崖峭壁，据说那山里还时常有狼出没，平日里几乎没有人踏足过，但他还是想为了屠家人冒一次险，一定要找到他。万一这要是真的，那不就好了。他就抱着这种信念，勇敢坚定地出发了。那天从早上一直到中午，三奶奶不仅是摔破了腿，还磨破了手和脚，最后是终于爬到了云凹山的山顶上。从中午到日落的时候，三奶奶脖子都伸得僵硬了，她的眼睛也都看花了。终于，她看到了一株绿色的人参在那茂密的杂草和灌木丛间随风摇曳着。三奶奶便小心翼翼地用颤抖的手挖出了那株人参，生怕碰掉了一片叶子。她想，这可是自己那大侄子唯一的救命仙草啊。三奶奶又小心翼翼地把人参放在了自己的怀里，在山顶上朝着天空合掌谢过了菩萨，然后又敲了3下响头，紧接着便马不停蹄地下山了。就在她下山的路上，三奶奶走的是非常的快，她这回来比去的时候是精神多了，虽然是身体上受了很多的伤，但是却觉得是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无穷的力量。此时的她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立即回到家，让自己的大侄子赶紧吃上人参。到了山脚下的时候，已经是一弯新月升起，三奶奶正走得匆忙，忽然听到路边有人在哭泣，于是她便急忙走过去一看，却看到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正坐在地上，
他的怀里还抱着一个10来岁的孩子。他正想问那老妇人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只听到那个老妇人哭着自言自语地说：铁柱啊，你千万不要这样走了啊！你说奶奶我一个人拉扯你这么个没爹没妈的孩子容易吗？我是又当爹来又当娘啊！三奶奶见状，于是便蹲下来看了看，就见那孩子是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呼吸微弱，一看就知道快要死了。老妇人抬头看到有人来了，就更是不停地念叨起来。她和三奶奶说，她怀里抱着的是她的孙子，说孩子从小就没有了父母，是自己一个人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孩子拉扯这么大的。他们祖孙2人平日里仅靠乞讨为生，饥一顿饱一顿的，很不容易才把自己的孙子拉扯到了这么大。可是如今自己的孙子却病得很重，也请郎中给孙子看过，但是郎中看后却也是无计可施。后来听人们说，这种病要吃一种人参才能够活命，但是他一个乞讨的老太婆上哪儿能给他买得起人参呢？没有办法，也只能看着自己的大孙子死了。说着，那个老妇人但又接着哭了起来。没事铁柱，没事铁柱，你不要怕，你等着奶奶，奶奶一同陪着你去。就见那个老妇人说着，便抱着自己的孙子，就要往身旁的那块大石头上撞去。三奶奶见此情景，赶紧起身拉住了那个老妇人。其实在那个老女人念叨这些情况的时候，三奶奶的心里有好几次都在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不会是太巧了吧？自己历经千难万险，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大侄子屠鸠善的救命草人参，但是这里却又有个快要死去的孩子，正好也需要人参。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呢？自己到底该不该去救这个孩子呢？但是如果救了他的命，那自己家中的大侄子又该怎么办呢？如果现在不救眼前的孩子，那才是真正的见死不救啊！自己的良心又怎么能过得去呢？就看孩子目前的样子，如果他现在有了人参，可能还能会有挽救回来的可能，但是如果晚了的话，可就真的是无力回天了。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三奶奶于是对那个老妇人说道：这位大娘啊，你不要着急，我这里有。她的话刚一出口，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她在心里不住地说道：鸠善啊，我那命苦的儿，婶娘对不起你了，真的是实在是没有办法呀，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她接着便用颤抖的手拿出了那株她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人参，咬紧牙关递给了那个老妇人：大娘啊，给你，这不就是这个，请你替他搅碎，然后再放到他的嘴里就可以了。可是却万万都没有想到，那个老妇人连一句谢谢都没有说，而是立马抓起了三奶奶递过去的那根人参，连嚼都没有嚼，就往那个孩子的嘴里送去。但是奇怪的是，那个孩子刚才已经半死不活的了，而那株人参一到他的嘴边，他就张开了嘴巴，咔嚓的一声，几口就将那株人参给咽下去了。三奶奶见此情景，不免愣住了。正在她发愣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了一阵哈哈的大笑声。再一看，那个老婆婆竟然一下子变成了那个昨天夜里梦到的白衣人，而此时那个孩子也轰的一下子从地上站了起来，一点病的样子都没有了。只听那个白衣人对孩子说道：他们涂家的祖上虽有过失在先，但是却已是世世代代受到了相应的惩罚，而你却把自己几千年的修行变成了一个毒咒，使得你自己也无法真正的得到。这样下去的话，只能是两败俱伤，对双方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啊，长此下去又是何必呢？而涂方氏他们婆媳俩又多年来一直是一心向善，现在你呢又收了他的一根人参，是时候该结束这段恩怨了。就见那个孩子立马躬身行礼说道：小的一定严格遵从菩萨的教导。然后转身朝着西边的方向行了几次礼，之后又自言自语了一阵儿，一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白胡子老头，看上去是一脸的肃穆。
而此时那个白衣人又接着说道，如果你原谅了别人，那么你也会被原谅的，所以离你开悟的那一天也就不远了。就见那个老头双手合十，对白衣人深深地表示感谢。三奶奶几乎都看傻了，等她醒悟过来时，再联想起他们说的话，才意识到眼前的那个白衣人原来就是观音菩萨，而那个老头便是那只对涂家施了毒咒的狐狸。于是他便忍不住兴奋地跪在地上磕头，并大声地叫道，菩萨慈悲，菩萨慈悲呀！观音菩萨见状笑着说，现在涂家的邪咒已经解除，你便可以放心地回家去了。接着那个白胡子老头也向三奶奶鞠了一躬，又从他的嘴里吐出了一颗火红的药丸，递给了三奶奶，并说，你回去以后把这颗丹放进你家后院的井里，人们如果喝了井里的水便会越来越健康，如果用井里的水浇灌树木，那么树木也就会越来越茂盛。三奶奶听后连忙接过来，口中不停地连连表示感谢。观音菩萨又说道，涂方士，你的鸠善儿现在已经好了，你快快回去照顾他吧，以后放宽心便是。然后就见那菩萨是大袖一挥，三奶奶顿觉是身轻如燕一般，倏地便回家去了。一到家，三奶奶便看到侄女涂鸠美正在给她的哥哥涂鸠善为小米粥喝呢，而那涂鸠善看上去脸色也是十分的红润，和正常人无异。夜已经很深了，涂家庄村里的人都发现那三奶奶家的房子被一片柔和的白光笼罩着，时而有荷花在微微的浮动，时而有衣衫在轻轻的飘舞，大家都议论纷纷地说是菩萨显灵了，还说那个毒咒已经被破解了。时间转瞬即逝，三奶奶一直活到了90几岁。就在她去世的时候，涂家已经是5代同堂的大家庭了，那可是人丁兴旺啊。而涂家的那3个兄弟姐妹早已经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他们都跪在那三奶奶的灵前，在方圆几里外都能听到他们悲泣的哭声，听到的人都被他们感动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看完这个故事后，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欢迎在下方留言，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